Hello，欢迎来到黑皮豪斯啊！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主题哦。首要的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自己现在的能量。任何你现在生活上、生命上各式各样的情绪，我们来看宇宙，它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偶尔来做一个自己能量的厘清，然后看看朝哪一个方向去，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抓住重点的。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做这个主题的目的哦。首先呢，一样来选牌组哦。今天的3张很粉嫩的颜色，对不对？因为我希望大家还是充满希望、充满爱的。那一样凭感觉哦。上面有文字你觉得有感觉，你也可以选图案啊。第一直觉哦，你也可以心里默想你的问题，或者想要知道的事情。今天的这个讯息哦，没有限定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事件，你都可以问，你可以心里想，然后去选择。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张，这是第一组。再来第二组，第二张。第3张。可以静下心来默想了，选1组、2组都可以哦。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问题，然后选不同的组别。选择好的话，我们就分组见哦。Hello， 欢迎我们第一组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前面有看到我们的前面的岛屿的时候，应该都大概知道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下你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不管你在乎的人事物啊，还是你现在在进行中的一件事情，主要就是你生活上现在一个动能哦，一个能量哦。宇宙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什么讯息给你们？这个不限任何的一样的一个事件哦，前面说过了。你们选到的是什么组牌呢？首先呢，来解读一下这张牌。这张牌啊，它是和谐感很重的一张哦，2个哦，像萨克斯风的图案，然后在一个花园里面，这象征的是共鸣哦。2个乐器共同营造、共同演奏出来和谐的乐章，这就是这张图想要表达的。所以现在的讯息给你的一个重点，整个我们今天主题的重心啊，我们第一组宝宝，你们就是和谐，就是共鸣。这个共鸣哦，不在乎一定是情感上的，任何你跟其他的关系人，你在乎的对象、在乎的团体，你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去产生、去聚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提示。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像我们在弹奏一个乐曲，有人在旁边伴奏，而且很和谐的，不是乱入的，让你啊更加的丰富，你这个演奏更加的美好悦耳。这就是我现在觉得你们现在能量需要，宇宙需要告诉你，你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哦。去找到共同的频率哦，同步的去感受啊彼此的心跳，彼此的心意。所以啊，这不只是要别人去共情你哦，在现在这个阶段，你也需要去共情别人，拿出你最好的包容力、理解力、耐心，甚至是善意，去对待你现在周边的任何人事物，和谐就会来临。这张牌我觉得很不错，很舒服。再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其他的神谕卡也一并抽出了。先看大张的，
哦，大张的握着爱心的男人呢？虽然我不一定说这就是代表浪漫关系，但其实它就是浪漫关系。不想看的人可以选别组，但是很多时候我一直说啊，宇宙给一个讯息进来哦，你看你怎么解读哦。当然，第一个层面，你如果是在感情内的，有一个男人啊，握着爱心啊，捏在手里啊，手心里的爱啊，心里想的都是你，这是一个族群。当然啊，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解释，别人啊，其他团体或你在乎的一个事件啊，他们也是用一个共同包容的心去对待你，爱心呢，而不是随意的看轻你或随意的不在乎你的意见。这更多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共鸣，但完全一样啊，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同步的感觉，同步的心跳，去找到共同的频率。起码你现在的关系人，这个 people 这个 person， 他是想要做这个事情，而且还是以阳性能量这边哦。如果你本身是阳性能量，这极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有一颗爱的心，你想要去扩展、扩及到你想要爱的人、事物。所以这个握着爱心的男人，其实还蛮帅的。后面还你知道五彩缤纷的那个背景，感觉很花的样子，很花。不是指他花心，我是说那种内心的奔放的心。恋爱关系肯定是有的啦，但是不是恋爱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和谐感也是的讯息哦，宇宙告诉你的讯息。再来2张，我们的小小的卡牌写什么？这有一个冬天，但这个冬天不是冷峻的，也不是那什么贫困的，或者是饥饿交迫的，更多的你看，反而是这里面有个小屋啊，雪地里有个小屋，还冒着烟哦，是不是在煮晚餐？还是煮任何表示它是有丰富富足的一天，即便在外面的这一种似乎比较严峻或甚至比较寒冷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这边我在看到的是啊，过去啊，你们用一个比较温暖的心情去度过你们比较相对冷静的环境，你的环境可能没有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热情里面，甚至是活力里面。如果用在感情的方向啊，这个讯息就是说，搞不好你已经单身很久，但这个单身啊，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枯燥乏善可陈的人，而是说你反而有一个内心很温暖的存在，对于你自己啊。所以即便你现在是一个人，我觉得你们也不是过得很糟糕的。理解这个图想要说了，这在情感上啊，你们是一个很独立的自主的一群，然后也可以独自的美满。但是没关系哦，宇宙说的这个心爱的男人要来了，所以关于感情的话，也可以期待一下下。这个屋子里可能不止一个人，共鸣嘛，对不对？第一张图就说了。再来啊，其他的一个非感情类、非浪漫关系，这个讯息也更多的是啊，其实在很多的环境比较就像这样，比较寒冷啊，比较需要去温暖自己的时候，你们不忘去做这一点，这点很重要。就说我不会随着外面的条件、外面的环境或外面的一个状态去影响我自己的心情，我起码自己保有的那种热力哦。或者是我对一个事情、对一个关系，我的期待哦，我是有的哦。你看这个冒着烟囱哦，这个烟囱冒着烟哦，我在说什么？它这个烟哦，象征的是你知道飘渺，然后很轻松、很自然。它是随意的去飘散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份温暖啊，已经慢慢在散布在你的周围当中，散布在这样子一个相对寒冷冷静的一个环境当中，慢慢被你温暖起来。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一张牌的感觉。再来是一个天平哦，奇怪，你没出现爱心，这一颗爱心，这还有一颗爱心，但这个爱心
可旁边好像有一些小东西哦，地球，看到地球，爱心跟地球，在关系里啊，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远距离咯，地球的爱在相对遥远的地方，但是似乎达到某种平衡。难怪你的，即便在一个人想象好像似乎一个人，但其实你可能真的屋子里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是陪伴着你的。你们达到某种平衡，即便你们有距离，你们相距遥远，或者隔着文化的差异，甚至操着不同的语言都有可能哦。那这用在一个我们的其他关系里面，这个讯息要说的，这个关系也会朝向一个很平等的发展哦。大家都是有心，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热情，想要去促进彼此之间的一个你现在想要促进的东西。不管你们是合作的伙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联盟的关系，在的一样有那种国际感。你可能在做一个国际的事业，搞不好你有国际的订单，但是你跟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关系团体你们还是保有很平衡的一个相对的心，彼此的对待是很真诚的，共同的去想要达到共鸣。所以这是我觉得现在这2张牌很不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说嘛，这样子的一个冬天没有想象的寒冷，它更多的是没办法，可能就是真的距离或者是说某些没有办法及时的聊天、及时的交流的这种状况，然后造成好像是冬天，但其实不是，对吧？冒着烟的一个家的感觉，其实很好的。好，这2张牌，先放在这，这个放中间好了，这张比较大。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塔罗牌要怎么去解释深入的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现象还有什么东西要让我们知道的。来，请出我们的牌马上跳出来一张，这个是国王牌这边可以看到的就是国王般的存在，大家可以看得到火红的能量这个握着爱心的人你们可以期待的你们现在宇宙给你的消息是，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出现，他即将出现的话，他还会带领的他的领导力这说明的他是一个有胆识、有目标、有想法的一个人对于你的掌控，对于你们之间情感的掌控，他是想要有高度的一个控制力的可能有点像霸道总裁的这种概念，也跟他有点像捏着爱心好像很随意不是捏得特别紧，捏得特别紧不需要，因为他有自己的魅力自己的信心所以他不需要把一个东西握在手里握得很紧才属于他。他的操控更多的是说，他想要知道的是进度他想要知道你对他的心意，他想知道他现在做的这个行动有没有用途，有没有用处，更多是这样的操控，而不是去操控你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这样爱心的一个男人来临的话，他带着很高的一个信心关系里面任何关系也是这样，你们的关系人男性阳性能量这边更多的他有很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一个手法，甚至很多点子，他对于怎么样去管理或经营你们现在的事情，或者是说事业也好，这个人他会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会带领你走向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从这边起码看得到，而且是有心的爱心在这里强调的也是，我们一直说这是广义的不要去狭隘的想，广义来看你们的关系，它是用心去掌控的，而且是用更和谐的方法，而不是像刚才说暴力的、强迫的、强制性的，更多的是爱的沟通，对，沟通，不错。再来，这个出来好多张，但是这张先出来，这张是金币的3号牌，有没有？这个是合作的概念这3个这是比较未来感的、科技感的牌。你看这3个，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这好像是什么能量棒之类，大家在研究，好像研究好之后，这能量插上每个人之后，大家就开始就电力四射、活力四射，开始能力就起来，能量就起来，共同去创造，共同去经营，有没有？金币三很落实的经营，你看这三也是一样有和谐的能量，跟这个共鸣完全一致，共振，共同的去有。你想要做的跟我想要做的，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共同想要去达成，有没有？这才会出现这张牌。那再加上有心，在爱心底下，哇！你们这个讯息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因为你可以看你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大众能量哦，一样之前说，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一定有感觉到什么样的情绪或怎么样的能量，就如现在宇宙想要说的，如果是哦。真的去好好的把握，共同的去创造、去经营，有没有用你们对彼此的这种爱的心是可以达到的哦。不管你们现在要经营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或能量事件都可以。再来，哇，再来这张牌也一直出现。我们前面用的这组牌里面，这张牌几乎每次都出现。这个是一个，你知道这个象神哦，是泰国的神，它象征的就是一种祝福，一种保佑、喜乐，很像我们的弥勒佛一样，对不对？很开心的漂浮在空中，这代表的是一个创造、一个开启、一个新的东西的加入。你要加入什么？当然是加入团体啊，或者你现在重要的关系啊，你要去加入，而不是让自己漂浮在一个未知的状态。它可以漂浮，你不可以漂浮。它漂浮是为了让你看见，它就在天空中。你看，就像这样子，这个希望啊，这个幸福啊，这种合作和谐啊，它是在空中的。你看似遥远，但其实离你是很近，因为你看得到，你就会有希望。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第一组的宝宝，你要去加入这样的一个团体，这样的关系去进行，去产生联合感。这边一直在说的是这样，这个天平的两端也在代表的是一种平衡啊。你会做到很高度的一个和谐哦，是你可以办到的，不要去怀疑啊。个心跟爱心跟地球，我刚才说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质量，甚至不同的东西，无法去比拟的。但是呢，它们是可以在天平上是平衡的，也象征你的心跟那个地球是一样的重量。就是地球有多重，很重；心有多重，就是这么重，几乎是这个意思啊。你们出现的这个爱啊的融合，是很高度比重的，在彼此的内心里面。对，你们的讯息的主要重点就是这样。再来看这一张，哇，这张出现的是魔术师。魔术师是最有能力的牌啊，这个是在说什么？奇迹牌，因为魔术师拥有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技巧、所有的资源，他是所有我们塔罗的元素啊，权杖、活力的元素，宝剑、理智、睿智的元素，水的能量、情绪的元素，还有土的能量、稳定、踏实，它是全部都保有的唯一一张全能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魔术师放在这里，在天平底下。宇宙要说啊，你这个样的一个讯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如果你有感受到这样子的共鸣，有某些人跟你产生很好的一个旋律，你想要跟你搭上线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一起把这样子的乐曲演奏起来。它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关系啊。这边看起来，你看这样子厉害的一个牌啊，又在我们的天平底下。我一直说啊，刚才说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去创造，你可以去控制，你可以去变成奇迹，你是办得到。你刚才说的心的重量跟这个地球是一样重，非常厉害啊！而且即便这个环境、这个条件，甚至这个状态
可能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的完美的时候，冬天嘛。但是你看这个小屋，它是烟囱冒着烟呢、它是有人在里面，它是一种温暖温馨的存在，在一个寒冬里，所以这样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很让人家安心的。这个爱心的男人呢，也可能是你们现在的关系人即将要创造出来，创造魔术师。再来，出来2张，来2张就2张，我们一起看2张什么？有没有快速？这个老鹰啊，在像火箭一样在天上飞啊。这个权杖的8号代表的是迅速、快速。马上来的消息，马上落地那个关系，是走在一个道路上的，不是那边停滞不前啊，然后捉摸不定。你看，这个是一个速度感的牌哦，而且在最后一张一起跳出来这张是一个权杖的9号牌，叫你要坚持哦。你看这个士兵，他或许累了，或许待在这里很久，待在这样子的环境，这个烽火连天的环境啊，无所谓啊。他尽责的站在他的岗位上，做防御、做防守、做坚持。坚持什么？保有自己的庄园啊，保有自己的国土啊，保有我自己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我在坚持什么？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我自己，我当然要争取，我要为我自己的梦想，为我自己的未来去做这样实质意义的行动。所以这样的意思，两个在一起跳出来，是说这样子的行动，这样子的坚持，或许已经很久了。他这个背景有点像这个冬天的背景哦，属于比较不是这么 OK 的，比较严峻的，但是无所谓哦。快速的讯息，快速的落定，甚至快速的一个行动都要来了。如老鹰般，老鹰有一种神圣信使的意义在西方哦，它带来一些天跟人之间的讯息的交流，它是一个使者，一个信使，它带来的绝对是一个有用的讯息，这是一定要相信宇宙现在给你的能量，我觉得蛮好的，一起跳出来。你再来看最后的底牌，虽然你们多了一张，还是得看底牌。哇，这张牌是力量牌，这个力量牌啊，你看狮子跟这个女孩啊，非常融合和谐的在一起啊。一直说力量是属于内在的平衡，我对你的臣服跟你对我臣服是在于我们对彼此的信任跟爱心，那份爱我相信你，所以去发挥你们的爱，发挥你们对彼此的信任，任何关系都可以达到这样平衡。这个狮子在外面不管是怎么的嚣张，多么的不可一世啊，多么的王者，在这个女孩面前他就像一个小猫一样依偎在她旁边，给她一个屏障，给她一个保护。而这女孩呢，这女孩对这个狮子来说也是一个很温柔的存在，有一个安定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度的和谐，从内而外的一个和谐平衡。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的好，你们的底牌，这就是我们第一组的能量讯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希望大家可以收获到一样哦，去收取你有感应的，去改造更好的自己，这就是我们塔罗占卜的目的的哦。一样哦，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一样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哦，拜拜。Hello， 欢迎我们第二组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探讨的主题就是什么讯息啊？宇宙什么讯息想要告诉你？你针对你现在当下的能量哦。所以不管你们现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底下，宇宙给的第一张牌，这是你们选到的主牌哦。整个事情、整个事件的底蕴就在这张主牌上。他要说的是秘密花园。你可以看到这一扇门打开之后，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天地，充满的五彩缤纷的花朵、树啊，还有湖呢。湖是水的意思哦，情绪的能量。开启门就可以看到这些，讲的就是你们现在即将要走出这一步。你可能在过去的能量里面，或过去的情绪，过去的一个形态里面，你自己都比较封闭，或者说你不敢于尝试去
抒发你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说表达你自己的感觉。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现在的讯息、现在的能量，就是要告诉你，是时候开启门了，打开你心中的秘密花园。那么，这是我们的主题，这张牌的主题——秘密花园。这个花园，我觉得其实你本来就知道它会长什么样子，它呈现一个秘密的状态，很可能也是你不想让人家知道，暂时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你一种保有你自己对现在这个关系或这个事件或这个你在乎的人事物的一个尊重。也有可能你觉得我保存它是因为我觉得目前的状态我觉得是和谐的，或者说目前的状态我觉得是 OK 的，是在一个平稳的情形当下，所以我不想要去扰动它，甚至是说破坏它。所以你这种封闭更多的是保护。秘密花园是因为你要保护的是那个花园不是保护什么肮脏事或者不可告诉别人，然后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我觉得倒不是这样，更多的是说它是一种美好甚至是一个你身体的内心所产生的一种期望，你有高度的一个期待，所以你不容许去随意的开启给别人看，甚至是你的对象。所以这也在讲的是一个暧昧的关系里面，如果在讲情感面的话，可能你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比较被动，但你们彼此之间呢，对于这个感情是有保护的心情、保护的心态，还是带着很高的一个期待的，秘密性的。而这秘密性不是刚才说的要藏污纳垢，而是为了要保存它、保护它。或许你们现在现阶段不适合进行，或还不足以去进行下一步，有可能是这样。那在其他的一个情绪、一个关系或事件上，也是可以通用的。这样的情绪的概念是说，过去有这样的能量，你一直隐藏，但是你即将要把它开启了。宇宙说可以开启咯，你开启了，你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花园。你们内心的这个秘密花园只有这么大，但是外面的可能这么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用一个量化的比拟，宇宙要说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只有这样，但其实当你打开心房，打开你对你的关系或对你的事件的信任的时候，开放之后无限的广大。这是讯息的能量然后再来看看你们的牌要想讲什么。先看大章，大章这张是一出来就是逆位正位是什么？正位是敌意有个敌人难怪你要秘密秘密进行这在关系里，你可能觉得这个关系或这个人对你来讲，你还是以抱持的警戒，因为不知道是敌是友，或许你是这样，甚至你觉得他有攻击性也不一定。这个敌意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你们的相关的人。那你们在乎的这个事件、这个人，如果是抱持这个敌意，那自然你的这个门目前是没有办法打开的。但是你好奇，但是你们起码是好奇。你看这个人虽然虎视眈眈的想要看着什么东西，拿着剑然后预备动作，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是在观察的，是这个心思是在这个目标上的。只是他保持的比较多的一个警戒心是怕受伤吗？是怕有什么突然东西攻击他？这很多的是被害心理妄想。为什么说是妄想？因为其实他没有，我觉得这个宇宙要说这个环境或这个人事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的恐怖他们搞不好用这样的情绪在看待你们，觉得你们很恐怖。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能量可能是相对，可能是你也是你们的关系人。搞不好觉得你好像有充满敌意，或者说你是不是想有什么想法？我在预备。你看他并没有攻击，而且这个敌意是逆位的，表示它是一个反向的。反向那主要是他敌意要被消灭，是被压抑、被压制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说这个警惕。我觉得这敌意被逆位之后，就更多的是变成降级了，降成比较像是警惕，比较说是去观察，对，观察现在的状态，这个目标，并不是要去
产生冲突或者去对抗的意思哦。这张主牌我就很大的层面是要说明是这样，而且配合我们这边的心房啊，看一个门也没有完全打开，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慢慢打开。就算我要扩展我的视野，去了解现在的事态、现在的状态，你们也是慢慢的透露一点，不会让自己完全的暴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所以这你们是很小心的一群人，所以你们现在看待的关系、人事物都是一样哦，可能是他们也是这样对待你们。所以如果你们都是用这样子的观察再观察，然后研究再研究，一直保持的高度的紧绷的话，你们这个关系怎么进行啊？对不对？不行，自然是不行。所以我们来看后面2张小牌有什么样的建议。这2张小牌非常的可爱哦，因为出来的是爱心跟送出花朵爱心的手，有没有表达善意啊？我觉得宇宙在说啊，现在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件、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讯息，能给你的一个消息提点，就是送出你的爱，送出你的善意，先递出橄榄枝啊！刚才不是说了，不是2个这边一直对看，一直没观察，一直在保持警戒，那你们怎么去走向关系的更进一步啊？这任何关系哦，不一定是恋爱、浪漫关系，很多可能是合作关系啊，或者是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社团，任何的关系、任何的组织里面都适用，都保持警戒，保持的那种不信任感，怎么进行啊？没有办法进行。这边的爱心讲的就是送出爱啊，送出信任，送出关怀。这个送出要怎么送？你看，他也没叫你双手奉上，一只手先出去啊。他知道，宇宙知道你们也担心，你们也害怕，慢慢的送出一点。别人如果看到，他也会相对的送回来一点，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来我往的平衡啊，不是一次就我们之前说直接就聊了，直接就整个人都就是放下去，把自己所有的精神、情绪通通都放置在一个状态，也不是叫你这样，不是要你孤注一掷啊，更多的是说一只手先奉上，它不是双手嘛，对不对？我觉得宇宙很了解你们的情绪，很了解你们的感觉，给出了这张牌。然后这张牌也讲了，这个爱心底下有花朵，就是要有一个表示我的情绪是乐意跟你们交流，乐意跟你们分享我的感觉，或者说更随性的去希望我们的关系更加的平顺的这种心意哦，就更多是这样。而且这2个都是爱心，有没有？手上的爱心，这个直接做爱心，情感上也是这样，彼此都有一个需要去用爱去连接的感觉，很明显。再来，我来看看后面塔罗要怎么样深度的再解释我们的第2组伙伴们这个讯息。出来了，是不是出来2张？出来1张，出来1张。好，先看这一张。这张是什么？这张是权杖的3号牌，进程。这个就是个进度，一个程序，进入一个程序。你看这个在盖什么？反正不管盖什么，一直建筑物，好像工地的感觉，对不对？执行了，在规划了，就是要产生一个进度的意思。所以是不是跟你们这个牌很像？不要去怀疑啊，先送上一份我们自己的诚意，对方自然会收到。而这个三根权杖更多的是说，这个规划已经进行到下一步，已经到了可以执行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们等待多久，这个门的那个多缓慢的开启啊，其实这个情绪的酝酿啊，跟对这个事情想要去触发、想要去达成的这样子的想法是很浓烈的，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东西是建造中的是一个进度的概念，是一个进行式。你看，它已经盖到一半，表示它已经不是雏形了，是已经在进行中的事。你也势必会去做这个事情。而权杖3也有一个远距离国际感的意思，在原始的塔罗里面，就像这个建筑物啊，上面这个圆顶是圆形的，就像地球一样。
很多时候你们的可能在交手的人事物啊，他们跟你关系比较远了，可能在海外，或者说跟你不同的城市，就是距离有一点遥远，比较没有办法及时见面、及时沟通，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观察，这种警戒就会在这里，很自然的嘛，人的情绪就会紧张一下，说，哎，这个人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状态。自然这是难免的。可是宇宙说，现在的讯息要给你的说，这个在进行，这个是可以进行的，应该怎么说？它是已经说是可以被规划好的东西，但是怎样规划，我觉得是指你们之前的一个努力你们的一个进程你慢慢自己养育种植的花园，其实彼此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这等待连接。变成一个更大的花园，对，这个权杖三有这种感觉。再来，你再来，为什么不给我？哎，给了。再来是权杖的骑士牌，有没有看到？马都跑起来，这个好像战士一样。火炬火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已经慢慢要展现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火把象征的是一个热情然后这个骑着马，你看下面好像火光四射能力是不是会动起来？我觉得现在的讯息就是说，不管你们现在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对象、怎样的事件都即将会朝一个比较热烈的进程。热烈的进程有没有？刚才不是说在进度中？热烈的行动，热烈的去朝一个目标，起码你会看到一个阶段性的进展，而不会像以前这么缓慢、这么停滞、这么大家大眼瞪小眼。更多的是一个我想要去了解，我想要去行动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们的这个关系人即将动起来了。可以看到这个事件也即将会动起来，是朝着那个热情来的是不是说像之前这样慢慢吞的果然这个送出的爱心的花长出花，有没有热情热力？哎，出来了，出来这张是权杖的5号牌，权杖的5号牌去朝向什么？朝向厘清这个是权杖5有更多的是一个争执，一个混乱，一个你看就像这个战争一样一堆打来打去乱七八糟的。但是不是说你们一定会争斗，一定会打架，是说过去你们可能有这样子的冲突或这样子的一个矛盾的时候，要用这一个权杖的骑士去打破它，去破坏它，去破坏这样子的所谓的混沌不清。我用力量呢去冲破这样子的窘境，更多的是窘境，这种混沌这种搞不清楚该怎么办，或者说曾经就是在一片你不知道该怎么去争取的状态，都可能会做变化，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权杖的底下会去突破它。这个在爱心底下，我也可以感觉得到，你们的情绪是很飘动的，很浮动的。过去对于我要不要投入这份情感或这份关系或这个什么组织任何关系你们想要去投入这个心是很波动的，一下想要一下不想要，到底要不要会不会怎么样，很多考虑很多思考在里面的时候，其实让你们犹疑不定然后你们的关系人也可能就是这样，这个爱心底下是这种比较混乱的状态，不是没有爱，是更多的不知道怎么去表现爱，甚至是去争取爱。但现在会争取，我觉得因为有权杖出来，去想要争取，只是这个争取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混乱期，中间你们毕竟会经历这样子的混乱。讯息说混乱是正常，因为你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现在想进行了，但依然我需要厘清，我需要去学习该怎么样去改变我以前固有僵化的思想或行动，那我去改造它的过程自然会有点乱嘛，因为手忙脚乱，我还不熟悉该怎么做，但是慢慢会抓到诀窍。我觉得后面我们来看一定会这样，所以宇宙要说的能量是这样，它就不会乱给。这出来了，出来2张，我们就看这2张。有没有？来看看，这一张先跳出来的这一张是金币的2号牌，这走钢索。刚才不是说
你一定会去进行，一定会去走钢索，我愿不愿意走，我可不可以走，我会学习平衡，对不对？这个很多也在于很多事件、很多关系，你们现在属于比较忙的状态，可能你要忙工作，然后可能要忙家里，或者说忙自己的某些事业也好，那可能就忽略了自己身边的人。对，然后产生以前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的话，慢慢的你这个钢索会越走越稳，你会找到技巧，会找到平衡，就像这个人。他慢慢的可以走过去了，这代表你在一个东西里面，应该说2项甚至多项的任务里面，你们会游刃有余，会慢慢的找到技巧，有没有？你看这个心后来出来了，表示你们已经达到平衡了，你知道我怎么走在这钢索上，我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速度，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去走到对岸，去走到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样的一个中途的学习跟混乱会反而让你更进步，让你找到更多的技巧。后面更赞呢，这直接这7号的金币，真的是耕耘啊！我不想这堆金币，这真的是一堆金币啊！虽然讲的是7号，7号就是耕耘。你在默默的耕耘，慢慢的进行，其实这就是你们的情绪，你们一直有这样的本质存在。就像这个门偷偷打开啊，我也不会全部打开，慢慢来。你们其实是很有耐心的一群人的。这个敌意，我觉得更多不是敌意，很多是观察。我刚才不说你们是降级的，你们纯粹是警戒，你们只是在了解现在的一个情况，我要怎么去做。你们很有这种所谓的。你们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只能说你们很能吃苦，真的。但是你们吃苦的结果就是，这些金币会变成你的，因为7号的更多的是我已经培育养成我现在的东西，我现在在乎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就像这个农夫一样，你看那个农地似乎很大的、很广大的感觉，你看一个个像金色，不知道。他想要表达可能是稻穗，可是我怎么看都像金币，一堆金币，金色的圆圆。这就是一个富足一个充实的概念我认真的去经营，然后认真的去打造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的目标，其实那个是很踏实的感觉。所以后面你们会因为这样子个历程，你们找到一个踏实感。这踏实感也可能是来自彼此对彼此的这种相对的一个付出就是我给你，你也给我，那大家的爱是互相加叠的，而不是我去计较。我们一直说计较，一个两个不管什么关系，如果你一直在计较，他也会计较，那一直计较就越来越少你们最后只剩下什么都不会有。所以什么叫做 AA 制？很多说什么男女朋友什么出去要 AA 制，不要 AA 了，好不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心意不要去讨论这个 AA 的问题，是说我有心意我就去付出，我有能力我就多付出一点，因为我希望我喜欢的人吃得开心嘛。我说这顿饭我还跟你100块我要跟你算50块，这种很无聊，就是很养乐多的这种情绪。所谓养乐多的情绪，就是小小的钱你也要去计较。那如果你今天是用这样的比较加叠的情绪，就像这样子，那你们去耕耘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就会像未来所看到的这个一大片的黄金土地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耐力你们的耐心会造就一个很高的一个成长。这个成长是来自很落实、很落点的，不管什么关系，我刚才说，只要去加叠，这个关系绝对会朝很好的一个目标去发展。来看底牌。底牌是一个宝剑的10号牌，我觉得底牌在这边讲的是一个情绪你们搞凶，而且你们之前的压力很大，然后你们很多想法、很多思虑、很多外在的因素在打击你们，而且你们还搞不好还自己打击自己。10号没关系，那个剑在你背上的那10支。如芒在刺的东西一定要慢慢被剔除了。10支箭就是一个反转10物极必反，10都是到了临界点已经开始要放开放松。宇宙也说你该放开放松，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不用再去担心太多无谓的东西。
考虑太多只会让你自己裹足不前哦。这边说，这个10把剑哦的力量啊，即将会反转到10。如果你们就是这样的状态，很好，你们已经到了极致了，10支箭都刺在你身上了。OK 了，现在你已经无所谓，我再招也不过就这样了，所以你们已经有这种情绪，所以你们这个门哦，OK，我觉得你可以很快的就会开启。到10了，我都已经躺在地上了，还能怎样？哎呀，就爬起来了，就是时候爬起来。不管你对待的怎样的一个关系、一个现象，都即将反转。所以这个情绪在这个底蕴底下，就是也可以象征你们现在的一个过程、一个历程。希望你们可以收获到宇宙给你的消息，然后改造更好的自己。OK， 这就是我们第2组的能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哦。有按赞喜欢的，然后开启小铃铛订阅，然后留言说说你想说的，然后告诉大家显化这个能量。好啦，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欢迎第3组的伙伴们啊，欢迎大家再次的光临啊。今天的主题啊，是关于什么样的讯息宇宙针对你现在的一个能量想要提醒，给你一些消息，透露你一点点，偷偷的透露一点点，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第3组的宝宝能够有一个因应有个对策。首先来看看你们选到的牌，这一张是一个礼物surprise， 惊喜。这个礼物它也没打开，也没让我们知道里面是什么。可是感觉就是个很好的礼物，粉红色的上面的背景也很漂亮。这边好像是户外，好像窗户的感觉，看出去有2个人，是不是人？对。所以我在这边的一个 surprise， 这个惊喜底下，宇宙要说这个讯息是关于某种，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有没有？爆冲，应该是很突如的，就像这样子的惊喜，突然就来了。很快速的来到你面前，怎样的讯息？我们待会用那个塔罗跟神谕一起看。这个先看看这一张牌它这边有给我一个感觉它上面说的话，他说让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让每一天都充满新鲜感。哇，我怎么觉得好像以前你们有一点一成不变呢？如果你们是这个能量，可能就是要改变了。如果你们真的过去过得无聊，好像很无趣，每天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什么特殊的进展，有些特殊的惊喜来临，而这个来临怎么来的？其实是用你的心境去改变的，不是说心想事成吗？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如果在一个困顿里，在一种犹豫里，在一种低潮里，你太久了，你会忘记快乐是什么样子。就是说我们每天起床看着镜子你不是因为看着镜子你看到自己的悲伤的脸，那你就觉得今天会过得很愉快，绝对不是，对不对？所以人是因为我笑，那我觉得开心，不是因为开心我才笑，这个是有前因后果。我先让我自己觉得我先展露我的笑容吧，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我都觉得快乐。如果你都是被那个愁眉苦脸的，你觉得你今天会愉快吗？所以这更多的是说，这个话完全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的主题你想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惊喜，就是你先让你自己保持新鲜感，保持开放的心情，保持愉悦的心态，这个惊喜才会更容易的来到你面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宇宙给你的塔牌第1张的一个感觉。再来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惊喜，不是说还有什么惊喜，应该说这个惊喜会怎么来，对不对？关于什么？先看大张，胜利胜利女神这有桂冠可是这女神闭着眼，我觉得当她开眼的时候，就是胜利来临的时候。你们现在想必是还没开眼，你们周遭应该有一些胜利，即将有成果的一个氛围，不知道你们嗅到了没有？你们有没有闻到这样子的味道？闻到了，赶快开启你的双眼。等待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一成不变的等待过去。看这个女士就感觉
蛮祥和的哦，它也不是什么激烈的一个画面，蛮祥和的。所以啊，这个期待，就是这个等待更多是期待啊，它是真的是经历一段时间了。不管你们现在在等的是一个关系，等的是一个工作，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任何的关系哦，任何的一个人事物哦，我觉得这样子的等待，最后是带来的是胜利，就表示它一定会成真。但是你要先怎么想啊？所以你们的惊喜是会成功的。你现在大胆去想，我觉得显化就这样啊，不怕你想得很大，就怕你不想了。你有想，一切都有可能。有什么人因梦而伟大，因梦而美丽啊！生命就是这样，处处有惊喜，处处有机会。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胜利啊，即将以突如其来、迅雷不及掩耳的状态来到，这就是感觉。再来看两张小牌，两张小牌很妙这个好像是个毛线球，是不是？然后两只手在扯毛线球，一团混乱，一团混乱。到底是一团混乱，还是说纠结不清，都有可能哦。现在的某一种让你闭上眼，没有办法去期待胜利，可能它就是有点麻烦，可是已经在整理当中。你看这两只手已经在处理了，这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手，那也有可能，我觉得表达的是说你的手、别人的手，共同的去拆解、去解题啊，去破这个障碍啊，去破这个难关。这团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个毛线球这样一团混乱。如果有两个方面，不管是两个人、关系的其中的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对象，共同去拆解的时候，我觉得拆解的速度就会增加，结果就很快来临，惊喜不就到了吗？所以你们现在的讯息，宇宙要说的是说，这个关系绝对关于的是一个事情的处理会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而这关键性的时刻是来自于共同的解决，不是你单独的，也不是某一方独自在那边处理的，绝对是一个共同的去协作的状态，这是很好啊。难怪会成功啊，因为我们都两个愿意去处理嘛，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毛线球，都一定可以拆解开来，一团混乱，对，不混乱了，未来不混乱了，要说的就是这样。看到没有？这个是插头，但是插头是我更多的是断联断联。所以在感情上很多的一部分某些族群你可能在断联当中，所以觉得一团混乱。但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就是这团混乱会因为在两个人共同的努力，想要拆解，而共同去经营的时候，这个插头就会重新接上线。你觉得这个是打开、被拔开的，还是准备要刺上去？两个要斗接在一起？觉得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图想要表达的。你看到是什么？是一个开始还是结束？你看到的是结束啊，断开断联，没希望了，那整个胜利怎么会来？绝对不是。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个情绪先看到这个图案给你的感觉的话，马上转念，一定要转念，因为宇宙要说这是可以成功了，这个惊喜是会来临的，但是你要先接上线。我更多是觉得这个是要接上线，并不是要断开，这个电力啊才会恢复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停滞，在状况外，说是或者在摆烂也好，还是在偷懒，任何你这样的行为或状态的时候，是时候了，把这个插头给插上去了。这有可能是你们关系的人事物，你们的对象，可能有一段时间状况外，没有在一个你们的关系里面，慢慢的，他好像发现一点问题，有没有想要去解决？接上线，重新跟你接上线，然后这个事件重新再回到正轨上，
对，这就是这个概念。哎，惊喜自然就来了。哎，所以这个惊喜，好想猜礼物啊！有没有这个感觉？一定可以猜到礼物，你们一定可以猜到这个礼物。来看后续塔罗的深度解释。我们第3组的宝宝们，宇宙来告诉我更多的讯息，这个历程是怎么样？哦，飞出去了，我飞出去，让我捡一下。好了，捡到了，捡到是什么牌？这个是一个女祭司的牌。女祭司是一个高度安定的、高度也神秘的牌哦。你看女祭司就是好像很有气质、很无害的一个形象，还有好洁白啊。这个女祭司好像是在念书还是在读书，很喜欢学习，很喜欢自己做一件事情，很喜欢自己做一个思想的处理。这个感受，所有的感受都在自己的感受底下，跟别人无关。有没有像月亮？情绪是在自己的这个容器底下，不太会告诉别人，不会散发出去。哎，跟这个闭着眼的人是不是很像？所以这个初期势必是有一个神秘感在里面，有一个需要自我去内化、自我去感觉的时刻、时间没有办法很快速、马上的就发生。而这也代表的是过去你们的能量就属于这样子，你们的人关系人也是在一个搞不清楚，你也看不清楚他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尤其是阴性能量这边，你完全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又很无害，也没有要伤害你，也没有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攻击的行为，就是你会觉得他暗自在那里，你就会默默的看着他，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多是这样，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种安静的行为。如果你以外人来看这个所谓的女祭司的话，就是这种感觉，但女祭司本人并不会有感觉，她会觉得我就是在我自己的我的安全区，对他所谓的安全区，他所谓他在意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但别人看起来就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动，我要不要行动，很多就这样。所以你们的很多秘密很多神秘感在里面在你们这个关系现象一开始就是这样，就出来一个女祭司，但是她有很多的灵性在里面，所以也不代表不好，这是一个灵性修养的时刻，所以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愿意等，就等他清醒。那如果你就是这个女祭司，那你就稍微自己差不多了，也要出来了，从你的壳出来了，就这样就好。这样子你们这个线既然被处理了，既然就是最后就一定会被接上。这是我现在的宇宙要说的。再来，我飞出来了，暴虫。你才说他很安静，他就暴冲，但是暴冲的牌太多了，我们不看。来，再来，说他暴冲，他又不给我，怎么啦？出来了吗？出来了，出来了2张了。来看看这2张。哇，金币的女王金币的女王牌跟一个圣杯的女王，天哪，2张女王牌这2张女王牌是什么？就跟这个女神很像，跟这个女祭司也是一样。我只能说过去这个能量里面到未来中期一样会这样，但是好不好呢？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女王呢是孕育的能量。你看这个女王旁边有个小朋友，他是一个养育者，是一个培育者，他培育的他生活的上所需的任何东西。女王就是这样，她是一个丰富性的存在，她温柔体贴，有共情能力，有很好的一个个性的道德跟品质，反正是一个完美的阴性能量的存在，跟这个女神是很像的。所以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等待，更多的是你们有很高的一个所谓的
品德，刚才说品性很好，你们有很完整的一套，你觉得要安全度过某些方法、某些关系的方式，你也没有办法快。但是你就觉得这样子的培育、这样培养，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你还蛮享受。我觉得可以感受得到，阴性能量这边是很享受这样子的一个付出，跟滋润大家，滋润大家，好，有点奇怪，就是圣母的形象几乎了。他在培育的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这也象征性的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阳性能量啊，你有可能有一个阴性能量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是一个它本身存在就是一个存在，有没有？不知道你可以理解吗？它的存在就是一个很高的那种即视感，你没有办法忽略它。然后它的这样所作所为啊，也可以让你感觉到很安定、很安全，然后还可以促进很多事情的繁荣跟发展，是一种默默执行的，默默的去，就像刚才说，去滋润大家。它本身够丰富。哇，就在这个又有灵性，然后又丰富，然后后面再来一个圣杯女皇，哦，还有爱，这是一个多好的阴性能量的品质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毛球底下，这种解决底下，我更多看到的是说，阴性能量有高度的一个底蕴啊。我这边底蕴是指你们本身的个性品质啊，你有耐力啊。你有一个处理这个状态、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挫折、这个毛团、这个毛球，你是有这种我用我的爱我去感染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们今天在一个关系里面是处于怎么样一个状态，或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底下，这个胜利果然是一定要到来，而且如惊喜般的到来，因为你们完全没有会去期待说会怎么样，就对方或你们相处的人事物，因为看到你这样的品质，他实在太感动了，太被你吸引了，这种能量很多，你知道吗？这个插头恨不得赶快的就连接上，跟你产生联系。这是后面就是我说的，如果你的品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别人就会被你吸引而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磁铁的能量。阴性能量，我觉得非常好。刚才抽牌不抽很久，我看你们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人哦，一群人。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一群的宝宝，再来看啊，果然看直接来一个权杖的9号牌，权号的9号就是一个坚持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坚持得住。你看这个士兵，这个疆土。你们跟2号很像，如果被2号吸引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东西一团混乱，跟这个烽火连天、战火的战地的背景是不是很像？然后这个士兵不管了，我就是站在我的这个领土上，我的职位就是做这个，我的职掌就是这个，我就坚定在我的领土，做我该有的防御，做我该有的坚持。这就是权杖9很高度的一个耐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耐力赛。我觉得你们过去啊，这个耐力充足啊，所以有这样的耐心去处理这样所有的一个混沌不清或者混乱那个状态，不管外面长怎样，外面那边打来打去，那个已经变得怎么样的状态乱七八糟，我一样哦。我是很平静、很沉稳的站在我自己的岗位上，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牌很好，这也象征了某种阴性能量。这边如果你们有一些情感问题啊，你们的阳性能量应该比阴性能量再年轻一点。这个坚持的人是一个男生哦，这个男生阳性能量，他这边比较年纪轻，跟女王牌比起来的话，然后他们有想要坚持、想要去奋斗、想要去解决问题的心很明确，不想要断开。这不想要断开，即便断开，或者说没有联系到，这个联络、这个联系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他想要去争取，想要去坚持到，看看该怎么样去得到最后的胜利。我觉得更多是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野心。对啊，我站在这里，等久了就是我的。再来看，出来了，来看这一张。
金币的10号牌，等9果然是他，等9真的是他的。然后在 surprise 底下，我说等到什么程度啊？你知道金币的10号就是一个全然的稳定、全然的安全感，来自所有的物质生活，你的地位、社会地位，你的品味，甚至你的品味，甚至你的钱都会增加，都是稳固的一个概念。你看这个是一家3口嘛？可这个人怎么有点老？不 ，anyway， 这一家3口对，代表的也是家庭，这有个家庭感在里面。所以成立一个家庭啊，这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的关系哦。例如组织，例如加入一个公司，会成为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今天在创业的人哦，你的小事业哦，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庞大，甚至然后会给你带来金钱上的收入。那你在家庭上你要有寻求的稳固，也会如期而来，而且会来自于很丰富的一个物质生活的给予哦，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啊。所以这个等9是不是就是他的？果然是他的。4个金币在这里，surprise 在这边就说，你们最后会想不到这么的稳定，这么的美好。这个组织啊，你可以加入一个公司也算哦，这个公司也会越来越好，或者说你会跟这个样的团体产生很好的连结。以前的不安，以前的不稳定，以前的谜团，甚至都可以慢慢的解决。来看底牌是什么？宝剑的国王牌，非常清晰，非常明确。不管是沟通交流，还是我什么理解力，大家都不会再模糊，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国王的明确底下，没有人会产生模糊。这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你们相对应的人，他的这样子的品质。你看，这是多么一个什么，一个让人家清楚知道他是什么形象的存在。你看，一支箭就插在哪里，说一不二。我决定做的事情，我就会去理清，我就会去搞清楚，然后会有很快速的沟通。所以有些人有些话他要告诉你了，果然吧，在这样子底下，你这个底蕴，你们的整个底蕴就会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有些不清楚，原来神秘的东西也不再会神秘。这个剑，这个宝剑国王出来，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给斩断，给厘清的。这个目标导向的人哦，而且是成果导向的，没有什么叫做做看再说，什么东西不敢说，这个怎么办？没有，他们没有犹疑的。你看，这是一个坚决的形象。当然，你会觉得如果太过坚决，会还蛮犀利的，还蛮不近人情的。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如果情绪啊没有被这样子的一个人或一个这样子的形态的东西去厘清的话，一直模糊，一直纠结下去，反而是不利的。所以适度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形象的人出来，帮你界定关系，帮你搞清楚方向，帮你厘清很多方方面面的事，其实是一个进程必然要的一个能力的展现。就是现在你们的 support， 我觉得后面这个关系人拿出他的这个目标啊，是很重要的，厘清。清晰感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清楚了，没有什么叫做搞不清楚，胜利自然就来了。OK， 多好，我们的3号朝向这样金币的10号去发展呢，非常的 OK， 很好。这就是我们第3组的讯息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哦，截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然后去改造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喜欢的给我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